本集干爹入围的有 Foresting 生活杂志，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杂志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身边严选，我是语音，我大汉，这就是我们的开箱系列了，终于有了正式名称。其实我们以前就想要做了，在很早好几个月之前，不止吧？我们记得我们去年一开始就有说，我们想要挑一些我们觉得有趣的东西，对啊，然后跟我们的东西有相关的，对，没错。首先第一个东西。当然是这个啦，当然，这个就是我们睽违已久、万众瞩目、众星拱月，都要快累死了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出的杂志啊，没错。所以这个为了要做这个东西，像我去飞日本的时候，我就买了一大堆的日本的登山杂志，有特别挑过，因为日本的分种是真的分的。真的很杂，而且很细，就他们会有什么开车的，他们会有一个什么车子杂志的，然后他们说这台哪一台车适合怎么改装，叽呱啦。对。然后说到登山的我记得你那天跟我说，他们不是只有登山这个选项，对他们光登山都可以分很细，因为像这本就是那个比较多人用的，这本它就是最杂的，我自己觉得它是最杂的，因为它里面的话会有什么，像这个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到，什么登山者的疑问，对，这个它就是专门就是否想要登山的人，没错。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什么路线的走法，然后难度多少，登山装备篇，然后这边就是满满的业配，全部都是厂商置入的广告。快点，厂商广告，我们最需要的。对，我们这一本里面还有很多空白，没有，因为这是那个拿来安插页的。对，就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想要往这个方向走，因为我们也会想要介绍一些我们台湾自己产出来的周边产品，或者是一些好的品牌，我们觉得对，就拿进来啊。我们无所畏惧，我们也想要介绍他们，这是一个对。然后像这个的话，它就是最杂的，就是刚有前面的什么登山路线，然后有一些介绍山地酒的，这是介绍酒的，在哪？然后它后面还会有一些比较偏文学的东西，像这个就是纯文学，就是这个是讲什么某一个岛上面的一个神话，他用这个当背景，他去写的有点像是短篇小说。你知道这一块其实会让我们想到我们以前的戏刊，我们戏刊有点像，会很多那种什么诗啊，或者是小说散文这种，对，就很喜欢写这种东西，然后也都跟山林有关系，是这样子没有错。对，然后它像这个后面的话，它还会有一些可能是跟地方政府合作偏研究的东西，像这个是什么山梨县的登山道的整备，就是他们的那个什么登山步道重铺，他们就会把他们的内容记录下来，然后他们重铺的工法，像他们这可能有点太细了，就是以前会长这样，后来会长就是它原本的木头可能是直的插的，然后这边故意有一个斜度的，让你在走的时候可以踏在那个空隙跟空隙之间，对，像这样，然后他们会把这些东西集合在一本杂志里面，所以这本会是最杂的，对，就是你想要什么大量的主题都在这边，这只是其中一本，对，然后再来顺道一提，这本是他们的副刊。看真的很扯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厚度，这一本是他的副刊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厚度，就会觉得我们好可怜哦。我们把人家的副刊直接做成正刊，对，也是蛮厉害的。不是我们的问题，他们的正刊有点太强了。他在这本副刊呢，他还有另外一本小的没有带来。他这本是在讲登山路线，就是他收集的登山路线，你必须要知道的东西，就是它的包含。第一个是景色照片，然后等高线图，然后还有一些它的海拔跨度多少，是哪个交通方法什么，还会写在里面。然后它还有另外一本小书，这边没有带来，那一本是大概小手册，对，大概对它那本就是在讲你如果走那条路线的时候，有哪些山屋是可以联络得到的，
所以他会给你他的什么联络方法，可以容纳几个人，他的设备有哪些，然后你有什么特殊需求，他哪些可能会有哪些需求，然后就把它列成一本小册子，所以你不管到哪一个地方，只要他有收入，只要那一本里面有收入的，你都可以找到联络方法。听起来很像那种登山用的电话簿，其实有点像，其实有点像。因为其实，在山上有的时候，例如说我讯号不好，什么叽里呱啦的时候，反而那个东西就会蛮实用的。对，就是它会大概，甚至有的会跟你标说大概在那一座山的哪一个位置，所以你会有一个大致上的方向感。对，但是这边是比较偏工具的。然后像这个 Soto 秋山这个的话，它就是比较偏旅游的，就是它里面的东西就是偏景色照片。真的，对，就看得很爽，就是大篇幅的景色照片，然后会有一些哪个山的哪个景点会有什么美景，全部都是像这种很漂亮的照片，然后跟你说你的旅游路线哪边有点可以让你拍照的。对，这个就是第二种，这个跟前面的不太一样，因为前面那个虽然也是登山路线，但就比较工具书类型，它比较偏登山爱好者，对，这个偏想要去拍美景照的，或是你只是想要看 view， 你不一定想要挑战自己。最后就这个其实在台湾这两个完全会在同一本里面，可是在日本他们可以分众分成这样，所以我非常的羡慕，我超级羡慕的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第二本，第三本这个是我觉得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一本，也是我觉得最适合我们的杂志做参考的。这本的话呢，它就比较偏生活风格。因为它会用像这种很可爱的插图，超棒！它就是偏插图多，然后它的内容，老实讲，我觉得也比较杂，就是他会挑他们觉得好玩的主题，就是可能像这个它就是山的，这个就不用讲，这个就是山的。可是，在他们其他的也会有一些食物的，对食物的，就是哪一座山会有哪些美食。对他们会把这些餐厅列出来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些什么比较偏服装穿搭的，可是它又是比较森林系，不然就像这种地图，他们的旅游路线，他们就会像这样子用插图的方法画成一张很可爱的地图，然后当然还有后面各种食物、各种快乐的旅游照片这样子。对，但这本的调性大概是这样，我觉得这本应该是跟我们的杂志期望最接近的。对，我们如果想要做它，我们会想要做成那个样子，但是我们又想要多带点科普的东西，因为台湾没有办法做那么分众。没错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这算我们自己的期望啦，因为我们想要带科普的东西进去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做的那么的时尚杂志，或是那么的对，就不会想要那么时尚。对，因为有时候那种太时尚的东西，你可能看过就过了，反而比较少地方可以让你一直重复去回味或细看。我反而是觉得再带一点科普和一些比较有趣的内容的时候，你其实每一个不同的阶段，当你认识到一定程度，你再回来看这个东西，对，有时候你是会有不同的想法的。对。还有一份是切入面，因为像这一本的话，它的切入面就是比较偏从大众角度往生理的方向看。对，哪边可爱，哪边漂亮，哪边有好吃的东西可以吃，这个是我们希望接受的角度。但是我们又希望给一个另外的角度，是从森林系的角度去看森林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把它连回到生活里面？我们希望是他看我们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着他。没错，对，这是我们的期望。双向一点。对，但是难度是蛮高的，老实讲，这个制作难度蛮高的。对，所以。不能说还在摸索，因为其实已经做的差不多了。对，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，我们之后发展的蓝图，这个如果要再往深的走，往我们那个方向走，要长什么样子？现在只是先把这个架构拉出来，跟大家说，我们会希望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出来。没错，对，就是已经捏的差不多了，然后可能第二期的产品一定会更好看。一定会。就我们自己看完这堆东西之后，都觉得很多东西我们早知道就先学了。对，没错。你应该早点去日本的。你应该早点做功课。我去年去日本应该多看一点。应该是你先做功课吧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好，那这边是杂志的部分。对，然后讲完了这堆杂志，来我们来开箱下一个东西。啊，这个对，
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。这个是刚好我在日本的时候你看到的酷东西。没错。然后我就要学弟帮我带回来了。对，然后结果我的箱子还超重，还被瞌睡。没错，超价还是超重，我忘了，反正就是被瞌睡了。没错。先开你的，先开我的。对，这个是你的笔的东西。所以有分了。好，来都来。来，这本在这里耶。噔噔噔噔噔噔，这边是你的。看啦，这样看不出来是什么鬼，对不对？对，完全看不出来，对吧？这个他们有的会拿来包食物。是啊，包糖果吗？对，我等下这个讲我看到的东西，你先讲。这个还是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还是看不出来呀？你在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马上开。不然开我的啊，因为我已经开封检查过了。没关系啊，好，那你就这样才有开箱的感觉吧。现场开一本。好。嘿。ta da！为什么用丢的呢？对不起，有点礼貌好不好？看起来很正常，对不对？感觉像一本笔记本，但是仔细一看，当你掀开之后，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太一样？噔，这些看起来像木头的东西，这不是用印的哦，这个是货真价实用木头削下来的。对。真的很酷哎，对，只是有点可惜的是，因为我们要买的时候，他们26年度的还没有开卖，他们是要预购的，所以这个我们买到的是他们在制造的时候，不能说创作，他们在制造的时候的瑕疵品，所以他们所说的瑕疵品就是你看得出什么瑕疵吗？我其实看不出瑕疵，我认真看一下好了。他们说是有瑕疵的部分，所以你给你找找看瑕疵品是什么。瑕疵在哪啦？他说的瑕疵其实就只是他们的木头有点太有弹性了，所以它的整本你把它合起来的时候，你说这个太 Q 是瑕疵哦？它是不平的，它就只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它就用瑕疵品来卖。这是日本人的瑕疵品。对，这台湾人来说，这个已经是可以当成品在卖的东西。对，没错。这你要看吗？没关系，好。对，就其实你看不太出来瑕疵是什么。他们官网是说有些瑕疵可能就是那个可能制造的时候可能有破裂，对，有破裂，然后可能有孔洞，然后或者是像我们的可能有折到有压，像我自己看的那本就是蛮明显，它的书页是有大角度的折到的，但是它没有说断掉什么，它其实就是压回来压紧。你就冰冷冻库，然后再拿出来，他说其实差不多就压直了。因为其实有时候像这种书，我们在做这种木皮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遇到结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遇到上面会有一个洞。对，那个他们就当瑕疵品在卖，但是这本完全没有。对啊，这本看起来超正常的。对，这个是他们去年在制作的时候的瑕疵品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瑕疵品一定超多。而且你这样还看得出来，这其实是同一棵树，因为它的纹路是顺着叶在走的。超酷的。对啊。这个是那个日本长野县那个信州金木文具，对，那这个后面再贴链接好了。对啊，身边选物，对，优质。再来我们，然后后面这边是我自己买的东西，看一下，我很期待。对，就是一样也是他们的。刚刚之所以跟你讲的时候，我推出就是他们这种纸，他们有出。那个专门进蒸笼的食品纸，就是只是甜点或者什么，他们会有一张薄薄的纸，什么，他们有用这个，然后你用他是给你一本，然后你可以把食物放着，用木头包起来之后进蒸笼，这是什么他们的甜点啊，或是他们一些蒸的食物包子之类的，所以也是木头，就是跟我们这个内页的纸很像，只是他们就是做的更薄，然后专门是给食品用的。Wow. 对，就是他们会有些什么，就像是我们的那个烤盘上面的烤盘子，对，有点像那样。这样我下次是不是弄个什么龙眼木上面就会拿去包那个鸡肉，就会变龙眼鸡了？好赞哦！我们出这个，然后拿去做熏肉，可以吧？台湾这么多龙眼木，不错，我觉得这个想法不错。这个连我自己都还没有看过的。哎呦，这个是我自己买的，这个是笔签。哦，这只熊好可爱哦。这个是熊笔签，它后面有雪雕是不是？后面那只是雪雕，这只鸽子吧？
啊，没兴趣了。对，这是鸽子。对，这个就是连我自己都还没有开过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你们长怎样。要帮你配音吗？哇，小心翼翼。对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有点像信纸。对，来啦，给证件拿起来了。对，然后它里面就是刚刚看外面看到这些图案这样子，非常的可爱，很棒哎。你觉得这是雷雕吗？还是它是它压喷墨啊？我觉得有点像压喷墨哎。对，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像那种版画那种热压上去。对，它有三种，像这个是。这张我觉得可以耶，这个好。我就是看到很可爱，我先给镜头看，你先等等。这个是鸽子，这个是写信的鸽子。对，然后后面这个是下一个没关系。这个是射纸飞机的北极熊，这是北极熊吗？反正就是射纸飞机的熊。库玛。对，对，这个是射纸飞机的熊。然后它后面还有空白的。对，后面这个就是完全空白的。哦，对，可以自己画。对，它这个是他们特殊的性质，有点像是我们写卡片的那种卡片纸。因为他们日本他们会很习惯写小卡片，然后用小信封折起来，然后对，像我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也写了一封小卡片给我女朋友她家人这样子。酷。对，就像这样子。对，这个是信纸，你要看一下吗？偷瞄一下，你可以继续看。对，我先准备下一个。你这看得到那个树脂沟哎，这是什么森林系发言？应该看得到树脂沟。这个就是纯粹的便条纸，这个也是瑕疵品，所以这有做粘性是吗？没有，它就是手写便条纸，手撕的写下来，像这个就还明显就会有一点点压的纹路，这就是制造的时候稍微压到，但是你说它真的有，其实我感觉不出来它是有什么太多瑕疵啦，就是你便条纸写完之后，你就可以撕一张起来，偷撕一张，你要付我钱。我猜这个应该跟那个一样啊，是那个对，就压歪的，就是压歪的木材变形的，还是他们那个正品它的那个旁边这个侧纹要跟那个书一样，都是同样的，所以这个才算瑕疵。没有吧？我觉得它如果对齐之后，其实看起来是两片了。对的，但是我觉得它主要就是这边有那个有压到，对，有压到，可是它没有破。但我觉得它的韧性其实也是好的，就它其实很软哦，它比你们想象中软很多。我蛮意外木质可以做到这种程度。对啊，就是它就像是你们路边买的便条纸一样，是可以拿起来这样子玩的。你可以上面画小火才能让它跑哦。它是长纤维，对，它是软的哦。好，这边是我自己买的东西。对，就一样是瑕疵品，但是价格其实不贵。你那个笔记本，你给你猜一本多少？新台币还是日币？以防万一，我查一下日币好了。来，估价时间，全民估价师，先从先从笔记本开始好了。这是瑕疵品，所以我们就猜瑕疵品的价格。瑕疵品的价格。等一下你要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完整品的价格吗？等一下，它瑕疵品卖完了，我现在才注意到。不然你猜完整品的价格好了。对，好，你就猜完成品的价格。完成品的话，日币啊，日币现在1:5嘛，是1:4，大概0.2不就1:5？我说4 1:5，是好 ，yes， yes，先猜2500日币，稍微高一点，再往上一点。再往上，2800，差不多就是2800。哇哦，对。然后因为我买的是瑕疵品，所以我们大概就是2400、2500，差不多。哦，好像也蛮接近原价的。对，但是因为它其实瑕疵也真的也不大。对啊，对，还可以接受啊。这个是笔记本，然后再来，然后便签。书信纸，对，便签这个就是没有，这就不是瑕疵品了。
这个赠品的话，我想一下我会给多少钱？应该会比这个便宜。对，那所以我应该会猜个1400块日币，再低一些。哎呦，所以开心一点的话会是1200块日币。其实中间大概1300多，哦，大概就1300左右，1300日币，所以台币这样算起来差不多260，差不多。对啊，对，200多，看有没有 tax free 吧。没有 tax free， 日本消费税10%呢，如果有的话，直接打9折。对啊，对，再来是这个是便条纸，你刚刚没有看到便条纸，对不对？你刚刚有，你这有稍微有看。好，便条纸哦，这个也是 outlet， 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瑕疵品。对，那这个完整品的价格，我应该会给到，我觉得跟这个价钱差不多，便宜，大概会。既然你说便宜，那我就先给个980，太多了，太便宜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在开玩笑吗？我其实原本想给1200，就毫不尊重专业技艺。那1200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所以也是差不多1300哦。差不多1300、1400，其实就所以价格差不多，就跟这个差不多。对，价格其实几乎一模一样。我原本价格是想要抓差不多的。对，这个瑕疵品其实差不多，这个原价大概差不多1600、1700。然后瑕疵品的话，大概1300、1400。哦，对，所以这个完整品的价格还比这个还高。对，比便条还高。对，可能因为它的材料比较多，它的材料多。对，它的加工费用会比较贵。对，以上这三个酷的整理，推荐给各位。大家有去日本长野县哦？对，它是那个叫什么信州金木，因为那个信州就是以前长野的旧称。哦，不是长野市，就是你如果跟长野市的人，就有点像是新北人跟你说他是台北人的感觉，所以长野县的人会自己说他们是信州，是长野县啊，然后长野市的会是长野市，会说是长野市，对，所以就是外围的会跟你说我不是中间那一个，因为长野其实很大，长野还分4区，你4区你一天跑不完的哦，一天你是走不完的哦，我的妈呀！对，长野超大。那接下来进入最后一个 part， 最后一 part， 我前阵子去中部玩，我们跑去南横，趁他去日本的时候，可恶，然后买了一堆很奇怪的茶回来，然后我想说，因为这些几乎都是在农会出现的啊，所以我们就农会大礼包，我就挑了好几款在地农产品啊，想说拿一些就是跟植物比较有关系的，像这个是土芭乐啊，然后芭乐，对啊，它应该是拿芭乐叶，对，这都是茶。然后鱼腥草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？我知道鱼腥草，对，鱼腥草还蛮有名的。对，鱼腥草蛮有名的。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青草茶，一定会加这一味。对。然后最后一个是桑叶。对，怎么办？我好像都喝过啊，你都喝过，真的假的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除了芭乐叶以外，你阿妈会煮是不是？我外婆小时候会煮桑叶茶。然后我外婆会自己熬青草茶，就我讲过，她会在路边看说什么大花咸丰草，这也当猪得，这也当猪茶，这够光，这够把酒什么的。那看来等一下可以考验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味道。桑叶茶我应该记得，因为小时候我就很讨厌桑叶茶，对，因为我外婆煮的没有加糖。当我蚕宝宝你，对，所以到后来我就会自己去，我知道那个糖放在哪里，对，所以我就自己打开，然后加2匙的黑糖，它就好喝了。海南人不是，好，算了，不跟你讲。你知道原本还有那个刺葱啊，刺葱，对我原本还想弄一个刺葱茶，但我没有带，忘记。为什么选这么奇葩的？但不觉得森林系好像就要带大家看一下这种奇怪的东西哦，对吧？好，是，对吧？据说森林系出去野外，然后就会开始乱吃。这个可以吃，这可以吃，你要不要试一点？对，这个拿来炒好吃，这个可以传烫，这个煮完像地瓜叶。没错，这个煮完会黏黏的哦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茶泡好了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就是盲喝。盲喝盲猜一下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样，
好，然后我们总共准备了5杯，因为我觉得只有这3种太无趣了，所以我去超市又都弄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为什么要这样子折磨自己？完了，第1杯就不行了。有点像瓜子的味道。这个你自己喝看，这个有个瓜子，有一个瓜子的味道，瓜子壳的味道。这个对。这杯味道蛮重的。哦，我好像知道你说的那个瓜子味啊，无糖绿茶，这一杯喝起来，哪一个？这个，为什么都没有放糖啊？哦，这个我知道是什么。啊，还有这个你没喝？我有点忘了这个是什么。那个你一定很爱。这个我开玩笑嘛，这个我可以准备，这个很棒，对不对？这个绝对不会是这3个里面的其中一个。你知道我刚刚差点那杯拿起来，这个我直接整杯喝掉好了。这个适合做冰沙，对，那个超这个适合做冰沙。这杯等一下我的。好。哦，要给我先猜这个吧，这个最好猜的对吧？对，那个冬瓜柠檬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待会之前忘记了刚刚哪一杯放哪里了。完了，喝完冬瓜柠檬之后味道坏掉了。那我先用这个像无糖绿茶的东西漱个口。然后刚刚喝这个是。说一下什么味道好了。这个有一个木质调的味道。对，我觉得有点像那种中药材那种，对，中药包的那种。因为我老实讲，我有点忘记鱼腥草的味道是什么了。所以我的想法就是，像青草茶里面喝起来会有点凉凉，虽然是薄荷，但是应该是在我常喝的青草茶里面会有其中一个味道是去鱼腥草。所以我如果喝起来，它有点像青草茶里面的味道，我就会猜它是鱼腥草。对，这杯是鱼腥草。那这样子可以，还有3杯剩2杯了。这杯，这个味道很熟悉，但这不是商业茶，根本这是芭乐吧？好奇怪吗？因为我觉得那味道，我觉得好熟悉哦。对吧？好熟悉的味道，这是什么？这杯商业茶，这有一个那个冬瓜露的味道。就这个味道我觉得我应该有喝过，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喝的。我们先猜这杯，这杯我猜是商业茶，因为这个味道我觉得我喝过，是印象中的味道。这是我完全没喝过的味道，那就是。所以这杯我会猜商业茶，就这个是商业，这个不是商业茶的味道，这个商业吗？这是商业，这是商业。哈，哇，好强啊！但这杯是什么？就剩一个答案了呗。可是不是还有2杯吗？这2杯。哦，对啊，我猜这杯应该是芭乐。对，没错，这杯是。那最后这杯是什么？无糖绿茶。桂花乌龙。桂花，这是乌龙。桂花乌龙吗？我闻得到桂花，可是你说那个像绿茶味的就是乌龙。好 ，OK， 那这不是我熟悉的乌龙，可能比较淡一点。对，因为好，因为乌龙的种类真的蛮多的。对啊，蛮好玩的。我猜中4个，我超强，你超强谢谢。该猜中的都有猜中了，谢谢。结果我没有猜中的居然是桂花乌龙，最好猜的这个一定中。我原本还想再混一个，因为他那边还有带红茶。我看到我光闻就这是来乱的吗？我觉得你等一下要先让那个摄影机拍一下那个茶色，因为其实我会挑就是在混那个冬瓜柠檬还有桂花乌龙啊，因为茶色很茶色，其实他们的茶色对啊，是排起来是
是明显不一样的。除了这一杯吧，这一杯是鱼腥草。对，其实你知道上面有写答案吗？靠腰原来有写，早知道我就偷瞄了。他就是他一直说要写上去，他不想在那边公布答案。好，害我还那么认真猜。然后你这样放下去，我就会不小心瞄到，然后算了。我不知道有写答案，但是我觉得蛮好玩的，蛮好玩的，而且有一种小时候的回忆。就这个我喝过，其实我觉得都不难喝，都好喝啊。市售产品来说，我觉得小时候我会讨厌，是因为太浓了。哦，如果把它泡得这么淡的话，依我现在会喝茶的程度，这个我接受。我觉得这样蛮 OK。但是我印象中，我小时候外婆是一锅，就是超浓的那一种。就是你有看过烫地瓜叶吗？嘿，它是那样子煮桑叶茶，新鲜的桑叶，它没有经过什么茶叶处理、干燥、杀青都没有，都是新鲜的桑叶整锅丢进去烫煮完起来，然后那一锅听起来会像什么？像青菜的水，有点像那样，然后是桑叶的味道。桑叶到底是什么味道？就这个喝起来就是已经杀青过了，可是我喝的那个是没有杀青过的，新鲜的桑叶直接下去烫的那一种。这个味道我完全没办法形容就它跟我印象中的其实蛮不一样的，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它是桑叶，因为我印象中的味道它应该再更生猛一点。喝完会变生猛蚕宝宝。好啦，那个喝一喝，我们来做个结论吧。我觉得大家平常如果有习惯一些什么中药材的味道，或是你如果喜欢喝一些青草茶的话，就是一些比较古早味的青草茶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鱼腥草可以，我觉得土芭乐其实可以，因为它有个木头调的味道，我蛮喜欢的。其实，我记得它有，我觉得它喝起来带一点点很淡的冬瓜露的那个甜味，有吧？它在舌头的周围有一个甜味，我觉得它是有个甘甜的味道，但是你说它像冬瓜露，应该是像那种古早味冬瓜露，有很淡的那一种，有经过那个熏过的那种什么炭焙那种炭香冬瓜露那一种。哦，对，那个会有个木头的味道，我觉得你是在形容那个味道。对，但是我喝这个，我的想法是更像那个什么，就那种熏茶叶，就是有些人会用木头去熏茶叶，像那个我之前喝过什么用檀香下去熏的老茶，类似像那种东西，对，它就会有个木头调的味道，所以我喝这个的时候，我想到那个，想说有怎么感觉好像喝过，但是木头调，这桑叶不会是木头调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土芭乐它本身的味道，这个其实好喝这个我觉得我可以有空买一盒回去孝敬我外婆，她应该会喜欢。啊，我知道那个，因为这一属的植物，你知道那个什么那个芭乐啊？对啊，桃金娘属的，不是还有什么莲雾什么，它其实闻起来叶子都会有一个有点像宝矿力的那个甜味啊，对，我猜就是泡完之后就是这个味道哦。你觉得会不会有可能？有可能我觉得也有可能，因为他们如果把它做茶叶下去处理的话，应该会发。对它其实没有特别讲，对啊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杀青过应该加减有杀青，对，就杀青过后的味道不会那么涩，可能就不是我们印象中那个生猛的味道，我想它是桑叶，对，应该是，但蛮特别的，其实都好喝其实老实讲，对啊，就是如果你不跟我讲这个东西是土芭乐的话，我完全喝不出来，是不是应该拿茶包出来稍微瞄一下？有那个泡完的茶包吗？借一下。好喝偷瞄一下好了。我本次 MVP 我竟然会给土芭乐。先来看这个是桑葚哦。对，需要剪开。这跟我想的真的有点不太一样。蚕宝宝。好熟悉的味道哦，你闻看看。就蚕宝宝啊，那有一个瓜子味，这就是桑叶的味道啊。
对，这个就是我知道的味道。哦，对，可是它好像进到茶汤之后，它的味道其实没有那么浓烈。这个是芭乐，它是芭乐籽吗？好像看起来不太像。那一颗一颗是什么？土芭乐，芭乐籽。所以它是直接整颗芭乐下去，是不是？还是它是把芭乐拿去晒干之后，再把它打。那个土芭乐一颗一颗小小颗那个会不会？然后就松那个，然后去打碎之后下去直接晒干泡茶。对啊，这感觉蛮像。这它看起来颗粒像籽啊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它应该是用籽，然后不是叶子啊，用果实。对，它不是叶子。那难怪它会有一个木头的味道，因为它是籽。它这个鱼腥草怎么看起来蛮杂的？这成分。鱼腥草、决明子、桑葚，又是桑葚。好，我就忘记它的味道，其实。但我猜那个凉凉的那个味道，有点像中药那个，应该就是鱼腥草的味道。是，这个就是我喝它的判断因素，像青草茶，鱼腥草味道很重，所以你只要一喝就是青草茶有这个味道。我终于知道那个青草茶里面的这个味道是怎么来的了。就你如果要简单的青草茶，其实就是什么那个薄荷，然后鱼腥草，只要这2个有，其实大部分都不需要，剩下的就是各加自己的调味，不然就是再加一点仙草或甘草会回甘这样。对，或是加一些比较木质调简单的药材那种，就像刚刚讲的甘草。对，但我觉得鱼腥草本身回甘的程度还蛮多的。因为它会有点凉凉的，它就跟薄荷很像。对啊，我自己觉得，对。然后像以前我们家他们我外婆还会煮那个什么，那个我连中文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叫给塞顶。鸡屎藤啊。它中文鸡屎藤也蛮好的。它中文就叫鸡屎藤嘛。对啊。好，因为我是台语。那个还可以煮汤。就是它就是会有什么给塞顶，然后什么鱼腥草，然后一些其他的东西，然后等下去旁边煮完就是一锅。对，然后他就用保温壶装起来，然后出去的时候他一壶我一壶，我的会是黑糖茶。对，可以。好，我觉得今天有个小杯子这样。今天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好喝哎，对啊。本次 MVP 我给土芭乐，土芭乐好喝哎，我给冬瓜柠檬。土芭乐，我觉得它就是不会苦的老人茶，那种熏过茶叶的老人茶。就那个什么，就有些老人不是很喜欢泡什么普洱，或者是那种比较有。但炭焙乌龙跟这个味道差蛮多的啊，差蛮多的。对啊，对，就是它就像这种用香下去熏过的茶叶，然后完全不会苦，只有甘甜的那一种。土芭乐推，这好喝哎，这个我觉得比冬瓜柠檬好喝。好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身边严选，哒啦，土芭乐，拜。因为我们从以前 Podcast 一路做到 YouTube， 但我就觉得我们一直很缺乏一个可以跟观众实体互动的东西。我们杂志呢，从我们自己本身的专业出发，然后配合了大量的插图，为的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容易去理解这些内容。因为我们觉得森林其实是一种生活，好比像是咖啡、可可、软木塞到轮胎，这些其实都是很生活化的事物。但我发现很少人会把这些东西用很容易理解的方式去做解说，或让人可以去理解。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尝试去把这本杂志正式推出来的真正原因。欢迎回到深夜时间，我是语音，我是大汉。有螃蟹。